Hello，大家好。在今天的 Podcast 中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在互联网上比较流行的词，叫情绪价值。那这个情绪价值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怎么用？我都会在今天的 Podcast 中跟大家讲清楚。那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回顾在今天视频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，所以要坚持到最后哦。那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podcast。最近几年，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特别流行的词——情绪价值。如果你经常刷中文短视频，或者看中国网友聊天，你一定见过它。有人说，我找对象最看重情绪价值。有人说，这个朋友能提供特别高的情绪价值。还有人说，这家咖啡店卖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情绪价值。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，很多中文学习者都会有点困惑。情绪我知道，价值我也知道，但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，情绪价值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心理学概念，而是一个网络流行语。简单来说，情绪价值指的是一个人、一段关系、一个产品，甚至一个地方，能够带给你的情绪体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它能不能让你感觉更开心、更舒服、更放松，或者更有被理解的感觉。这个词最早火起来的时候，主要和恋爱有关。以前人们谈到理想伴侣，可能会关注长相、收入、学历或者工作。但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另一件事情：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怎么样？如果我难过的时候，他愿意安慰我；我焦虑的时候，他愿意鼓励我；我分享生活里的小事时，他愿意认真倾听。那么，很多人就会说，这个人能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。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，重点并不是对方做了什么大事，而是对方带给你的感受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对象时都会说，我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希望对方天天制造惊喜，而是希望对方能够给予理解、支持和陪伴。不过，情绪价值并不只存在于恋爱关系里，朋友之间也经常使用这个词。比如说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每次和他聊天，你都会觉得很轻松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和他见一面，整个人都会舒服很多。和这样的人相处，你会感觉自己被理解、被接纳、被尊重。于是，很多中国人就会说，这个朋友能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在这个词已经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了消费领域。比如一杯咖啡，成本可能并不高，但如果咖啡店装修得很漂亮，灯光柔和，音乐好听，坐在那里让你觉得生活变得美好了，那么很多网友就会开玩笑地说，我买的不是咖啡，我买的是情绪价值。这里的意思是，
人们花钱购买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本身，还有产品带来的感受和体验。事实上，这种现象在今天越来越普遍。很多品牌卖的并不只是功能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身份认同，或者一种情绪体验。有时候我们买一本书、一束花，真正吸引我们的未必是产品本身，而是它带给我们的感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情绪价值这个词之所以流行，也反映了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情感需求。所以我觉得情绪价值这个词之所以有意思，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热词，更因为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一种生活观念。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感受，也越来越愿意讨论情绪、关系和心理需求。这些变化其实都可以从一个小小的流行词里看出来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喜欢学习这样的中文热词，在我的 Patreon 会员区里有一个栏目叫做 Mini Class One Word in 3 Minutes。 在这个栏目里，我会用3分钟左右的时间介绍一个中文词语或者网络热词。内容虽然不长，但都是中国人现在真实会用到的表达。像今天的情绪价值，还有很多课本里学不到，却经常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词，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话题。在你们的语言中，有没有一个词跟情绪价值的意思很接近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。对象指行动、思考、感情或关系所针对的人或事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对象也常用来指恋爱对象或伴侣。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。你有对象了吗？这项调查的对象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。看重指认为某人某事很重要，给予高度重视。他找对象的时候最看重性格，而不是外表。父母一直很看重孩子的教育。我越来越看重下班后的生活质量，不想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。困惑只因为不了解情况，无法理解某件事，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感到疑惑不明白。他说的话让我有点困惑，因为前后意思不太一样。面对这么多选择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感到十分困惑。关注指对某人或某事持续留意、关心或重视，也可以指在社交媒体上 follow 某个账号。我一直很关注你的 YouTube 视频。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。他很关注自己的外表和穿衣风格。倾听指认真专注地听别人说话，不只是听到，还包括理解对方的感受和内容，带有尊重和关注的态度。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倾听。你可以先深呼吸一下，慢慢说，
我会认真倾听你的想法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这样互联网上有意思的词汇，欢迎光临我的 Patreon， 我把我 Patreon 的链接放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中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